1612年，日本一座叫岩流岛的小岛上，清晨的海边站着当时公认的第一高手佐佐木小次郎。他手里那把名刀雾干干，又长又利，刀法快如燕子翻飞，据说从没有人能在他面前走过3招。这天，他在岸边等他的对手，左等右等，从清晨等到日上3竿，对方才姗姗来迟。一叶小舟慢慢靠岸，跳下来一个衣衫不整、头发乱蓬蓬的浪人，手里甚至没有拿真刀，他握着的是一只用船上多出来的木桨，在渡海的路上临时削成的木刀。小次郎被这份轻慢彻底激怒了，他一把拔刀出鞘，反手把刀鞘狠狠掷进了海里。那浪人却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你已经输了，你连刀鞘都不要了。”这就表示你心里已经没有退路，也没有了从容。两人在沙滩上对峙，海风吹动衣襟，谁都没有先动。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之间，小次郎那精准的一刀挥出，却只削断了浪人额前的一缕头巾，而几乎在同一个刹那，浪人手中那一记看似笨拙的木刀，已经结结实实的落在了小次郎的头上。当时第一个剑客就这样应声倒在了沙滩上，而那个用一支木桨就赢下这一战的浪人，名字叫宫本武藏。他这一生前前后后决斗了60多场，竟然从来没有输过一次。晚年，他把自己用一辈子的命换来的剑道与兵法凝练成了一部薄薄的书，叫《五轮书》。今天20分钟，我就带你读完这部日本剑道的天书，看这位剑圣是怎么把一把杀人的剑一步一步练成了一门关于专注、关于心、关于空的学问。先说说这个人和这本书。宫本武藏生在16世纪末的日本，是江户时代初期的剑客。我要先老老实实告诉你一件事，五轮书是一部日本的兵法书，不是中国的经典。它的作者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日本武士。武藏这个人传奇的近乎不真实。据说他13岁时就第一次与人决斗并且取胜，此后的一生，他南征北战，浪迹四方，与各路成名的高手生死相搏了60余场，竟然一场都没有输过。他没有显赫的师承，也没有家学渊源，全靠着自己在一次又一次把命压上去的实战与游历之中，硬生生把一身剑法给磨了出来。后来他自成一家，独创了一套兵法，叫2天1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左右两手各持一把刀，同时应敌的2刀流打法。可是你别以为他只是个只会打打杀杀的武夫。武藏晚年看透了刀光剑影，隐居到熊本郊外一个叫灵岩洞的山洞里。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那个幽暗的洞窟中提起笔，把自己一生用命换来的领悟凝练成了这部五轮书。书写成没多久，他就过世了，所以这部书几乎可以说是这位剑圣的临终遗言。整部书他取了佛家地、水、火、风、空这5样东西，也就是构成世间万物的五轮五大，当作5卷的名字。地之卷讲根基，水之卷讲心法，火之卷讲实战，风之卷讲他排得失，空之卷讲的是剑道的最高境界。接下来我就带你一卷一卷走进这位剑圣用一生淬炼出来的智慧。我们先从第1卷地之卷说起。地就是大地，是根基。武藏在这一卷里谈的是学剑乃至学任何一门功夫最底层最不起眼的那个地基，而武藏自己就是根基这2个字最好的注脚。他年少时便离了家，做了一个四处行脚，以武会友的武者修行者，背着一把刀走遍了大半的日本。他没有显赫的师承，没有名师在旁指点，也没有什么秘籍传授。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场又一场真刀真枪把命压上去的决斗，是一个人在荒野古道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人看见的苦练。也正是在这样的磨砺里，他在地之卷中讲出了一句后世习武之人奉为圭臬的话。用我们的白话来说，就是兵法的道理要在每一天的锻炼里一刀一刀去磨。武藏的原话讲的是1000日之锻，万日之练，练上1000天叫做锻，练上10000天才叫做练。你听，1000天也不过刚刚算入门，要练到10000天，差不多20-30年如一日，才算真正把功夫练进了自己的骨头里。这世上哪有什么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绝世高手？所谓的天才，不过是把同一件枯燥的事重复了1000遍、万遍，重复到了别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地步。武藏这句话放到今天，依然是最朴素，却也最残酷的一个真理。任何一门真本事都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路
就是把时间和汗水老老实实地一天一天砸进去。你愿意锻满1000天，世界才会开始回应你。你肯练够10000天，你才终于有资格去谈什么叫做精通。打好了地基，武藏接着讲第2卷水之卷。为什么偏偏是水？因为武藏认为，一个剑客乃至于一个人最理想的那个心的状态，就应该像水一样。水有什么特质呢？你把它倒进方的容器，它就是方的；倒进圆的容器，它就是圆的。水没有自己固定的形状，所以它能顺应一切，也能容纳一切。武藏说，兵法之心就要像这一滴水，平时安安静静的时候，它可以静得像一面镜子，先毫不动，把眼前的一切都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一旦真正需要的时候，它又能在瞬间化作惊涛骇浪，迸发出排山倒海的力量。这背后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武藏管它叫平常心。他特别反复强调，无论是在生死相搏的决斗场上，还是在寻常过日子、吃饭走路的时候，你的那颗心都应该是同一颗，不因为对手的强大而慌乱，也不因为场面的凶险而动摇，既不绷得太紧，也不松得太懈，永远保持一种平静、自然又无比清明的状态。这一点恰恰正是我们现代人最缺的东西。我们实在太容易被外界给牵着走了，一点风吹草动就焦虑不安，遇到一点压力就乱了方寸，顺境的时候得意忘形，逆境的时候又垂头丧气。武藏却在400年前就提前告诉了我们，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你表面上有多凶悍，而是你那颗心能不能在任何境况之下都稳得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水。心若如水，静的时候能照见万物，动的时候能冲决万难，这就是水之卷给我们的第一课。在水之卷里，武藏还讲了一个特别精微却又无比实用的心法，关于怎么看。他说，人的眼睛其实有2种看法，它叫做观和现。用我们的白话来说，就是真正的观是看穿，而不只是看见。武藏的原话是关键2目，观的目要强，现的目要弱。这话怎么理解呢？见是你肉眼所看到的表面的具体的东西，对手的刀往哪里挥，脚往哪里动；而观是你的心眼，是去洞察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对手的呼吸、节奏、意图以及他整个人的事。武藏说，在决斗中，菜鸟总是死死盯着对方的刀尖，被那些表面的晃眼的动作牵着走，而真正的高手眼神反而是放松的、放远的，他看得很淡，却观得极深。他看的不是那一招一式，而是对手这个人的整体与根本。这个道理远远超出了剑术本身。你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是不是也常常犯下这种见强而观弱的毛病？我们实在太容易被表面的现象，被眼前那些琐碎的细节给困住，给带偏，却偏偏看不清一件事情背后真正的脉络和趋势。看一个人，被他光鲜体面的外表迷惑，却看不透他骨子里的人品；看一件事，死死纠结于枝枝节节的一时得失，却抓不住整个全局真正的关键。武藏提醒我们要刻意去练就一双观的眼睛，把眼光放远一点，把那些晃眼的热闹的表象看淡一点，然后去看穿那层表象底下那个真正决定成败的东西。记住，你看见的往往只是现象，唯有看穿了的才是本质。走过了地与水，武藏带我们来到了最激烈的第3卷火之卷。如果说水之卷讲的是内在的心，那火之卷讲的就是赤裸裸的战，在真正你死我活的对决里，到底怎么才能赢？武藏在这一卷里从头到尾贯穿着一种极其鲜明的态度。用我们的白话来说，就是兵法没有花俏的姿态，只有能不能赢。武藏是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打了一辈子的仗，每一场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生死之搏，这让他对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有着本能的厌恶。在他眼里，那些花里胡哨的招式、好看的架势、用来表演的剑舞，全都一文不值。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他学剑用剑从不为了好看，也不刻意去附会什么古圣先贤的大道理，他只问一件事，上了战场，这一招到底能不能让你活下来，让你赢？这份只认结果不认花架子的清醒，在今天这个处处讲究包装、人人都忙着表演的时代里显得格外可贵。我们实在太容易被形式给绑架了，报告做得漂漂亮亮、五颜六色，事情却一寸都没有推进，姿态摆得十足时，口号喊得震天响，真本事却空空如也。
武藏却像当头泼下的一盆冷水，把我们泼醒，别再把宝贵的力气花在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虚功上了。真正的高手从来不在乎招式好不好看，漂不漂亮，只在乎一件事，它到底管不管用。把你的每一份力气都实实在在的花在真正能解决问题、能拿到结果的那把刀刃上，这就是火之卷最硬核也最不留情面的一课。在火之卷里，武藏还讲了一套赢的诀窍，核心就2个字：抢先。他把作战的时机分成了3种先。用我们的白话来说，最关键的就是夺先机者掌全局。第一种是你主动先发制人，抢在对方动手之前，先一步发动攻击，把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第二种是当对方先扑过来时，你沉住气，不慌不乱，诱他、引他，在他出招的破绽里后发而先至，反过来制住他。第三种是双方同时动手，势均力敌时，你要在那一瞬间，凭着比对方更强的气势和判断，硬生生夺下那一线先机。你听出来了吗？这3种先名目不同，骨子里却是同一件事。无论如何，都要掌握住战局的主动权，绝不能被对手牵着鼻子走。武藏还讲了一个更狠的本事：以一敌众。一个人怎么对付一大群敌人？他的答案是不要让自己被团团围住，要靠走位和节奏，把敌人逼成一条线，永远只跟最前面那1-2个交手，让后面的人插不上手。说到底，他想告诉我们的是，以一对众的道理和以一对一是相通的。不管面对的是一个人还是千军万马，兵法的根本是一样的，强得先机，掌握主动，在难的局面都能拆解成你能应付的样子。人生的困境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之所以常常被压得喘不过气，往往不是因为问题太大，而是因为一堆问题同时扑过来，把我们团团围住。与其被他们一起压垮，不如先沉住气，学武藏那样，把他们一个一个排好队，让自己始终站在主动的位置上，然后从最要紧的那一个开始，逐个击破。聊完了自己这一套，武藏在第4卷《风之卷》里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他开始品评别人。风在这里指的是风气的流派，也就是当时其他各家各派的剑法。武藏在这一卷里几乎是毫不留情的把当时流行的种种剑术流派一个一个拿出来试批评。有的流派专爱用特别长的刀，仗着1寸长1寸强；有的流派偏偏钟情于极短的刀，讲究贴身近战；有的流派把招式设计得无比繁复花哨，一套一套眼花缭乱；还有的流派过分强调脚步、眼神、气势的种种固定姿态。武藏对这些大多是摇头的，他的批评始终扣着同一个标准：你这套东西到了真正的生死决斗里，到底管不管用？凡是为了好看、为了门派传承、为了故弄玄虚而存在的东西，在他看来都是偏的，是走了歪路。你会发现，武藏这个人骨子里有一种惊人的独立，他从不因为某一套剑法名气大、传承久、信的人多就跟着盲从，他只相信自己用命验证过的东西。这份不随大流、只认真理的清醒是最难得的。我们大多数人是很容易被风气裹挟的，别人都这么做，那我也这么做。这个流派人多势众，那他一定是对的。武藏却告诉我们要有自己的眼睛和判断，流行的未必是正确的，多数人走的路未必就是对的路。独自走在旷野上，却清醒地知道自己为何而走的人，远胜过在人群里随波逐流却从不思考的人。走过了地、水、火、风这4卷，武藏终于把我们带到了整部书的最后，也是境界最高的一卷——空之卷。这一卷极短，短到只有薄薄的几页纸，可它却是武藏一生武学真正的最终归宿。那么到底什么是空？武藏一开口就怕你误会，所以他特别把话讲清楚。用我们的白话来说，就是真正的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什么都看清了之后的澄澈。武藏的原意是说，他所讲的这个空绝不是脑袋空空什么都不懂的那种无知与空无，恰恰相反，那是一种知道的太透彻、太通透之后才能抵达的境界。他打了一个很美的比方，就好像天空中，当所有那些遮蔽视线、令人迷惑的乌云全都散尽了之后，最后露出来的那一片万里无云、清澈见底的青天，那才是他要说的真正的空。你细细想想，一个人要先把地之卷的根基打到极牢，把水之卷的那颗心修到极静，
把火之卷的实战本事练到极熟，再把风之卷的种种迷障与成见破到极尽，当这一切的技巧、知识与迷惑全都被他彻底消化、彻底超越之后，他的心里反而会回到一种空空荡荡却又无比清明的状态。到了这一步，手里有没有握着刀已经不重要了，脑子里记不记得那些招式也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一切都早已化进了他的本能，化成了那一片澄澈。这就是武藏最后想说的，最高的境界不是把自己堆得满满的，而是彻底清空，不是死死执着于每一个技巧，而是把所有技巧都忘掉之后，剩下的那份浑然天成的自在。那么这片澄澈的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抵达呢？武藏在空之卷的最后留下了一句近乎寄语的话，用我们的白话来说就是以空为道，以道现空。武藏的原话是以空为道，以道现空，把这片成名的空当做你这一生要走的那条道，又反过来从你日复一日实实在在所走的道当中去一点一点的印证，去抵达那片空。你听，这话像不像在绕圈子？其实一点都不绕。武藏真正想说的是，空这个最高的境界绝不是你坐在那里打坐空想就能凭空得来的，它必须从最扎实最不取巧的道，也就是那千日之断万日之练的真功夫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来。你不可能跳过地、水、火、风这4卷就直接抵达空，你只有把前面那4卷的功夫全都老老实实地练到了极致，这片空才会在某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瞬间自然而然地向你显现。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极深的人生智慧，所有看似玄妙神秘的顿悟，它的背后都默默站着无数枯燥重负的渐修。我们总是羡慕那些举重若轻信手拈来的高手，以为他们天生就有什么过人的慧根，可武藏却告诉我们，那一份空的自在恰恰是用最笨最苦也最不自由的锻与炼，一寸一寸熬出来换回来的。把该下的苦功都下足了，把该走的路都走透了，有一天你会忽然发现，当初那些刻意、那些用力、那些紧张竟然全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一片举重若轻的从容。这就是武藏说的以道现空，道走到了尽头，空自然也就来了。好，20分钟到了，我们从岩流岛那个用一支木桨赢下生死之战的浪人讲起，认识了一生60余战不败的日本剑圣宫本武藏，和他临终前在灵岩洞写下的这部五轮书。我们一路走过了5卷，地之卷的千日之断万日之练告诉我们真功夫没有捷径，水之卷的心若如水观而非现叫我们修一颗平静而能看穿本质的心，火之卷的指认能不能赢强得先机提醒我们别在花架子上虚耗，风之卷的不随他流指认真理要我们有独立的判断，最后是空之卷的以空为道，以道现空，指向那一片功夫尽头的澄澈。你发现了吗？这位杀伐一生的剑客到头来真正想教我们的根本不是怎么挥刀杀人，他用一辈子的决斗换来的最深领悟是，最高的剑其实是无剑，最厉害的兵法不在你手里那把刀，而在你那颗被磨得一片成名的心。一个人把任何一件事做到了武藏这样的极致，他最后抵达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一种洗尽了所有刻意与执着浑然天成的空。据说武藏写完5轮书后不久便平静地离开了人世，把这一身的剑术与心法连同这片澄澈一起还给了山水。如果这趟5轮书之旅让你有收获，记得订阅频道，我每周用20分钟带你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好书。下一集我们从日本剑圣的刀光回到中国兵学的源头，读那部被誉为兵学圣典2000多年来无人能绕过的孙子兵法。最后在留言区告诉我，是千日之断万日之练的死功夫，心若如水的平常心，还是那一片功夫尽头的空，哪一个最戳中你？我们下集见。